这个女人正在浴室洗澡，却不知一个男人已偷偷潜入家中。洗完澡出来的金姐发现屋子全黑，以为是丈夫和女儿在跟她玩躲猫猫。她打开冰箱拿水喝，突然发现身后站着一个男人，吓得瘫坐在地上。她一步步的往后退，男人则一步步朝她逼近，一下打断了她的腿。金姐痛苦地大叫起来，转身看见已经倒在血泊中的丈夫，她拼命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想要去按墙上的报警器。男人一把拉住她，将她摁倒在地，死死掐住脖子。1秒、2秒、3秒，眼看金姐就要被掐死了。突然，卧室传来响声，是昏迷中的女儿醒了。再打电话报警，男人松开金姐的脖子，起身准备干掉女儿。倒在血泊中的丈夫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抓住男人的脚，被男人乱棍打死。此时的金姐已躺在地上不能动弹，眼睁睁看着男人将自己的女儿活活掐死。女儿的求助电话让警察赶到这里，将昏迷中的金姐送往医院。抢救的医生得知金姐是特殊的熊猫血时，竟愣了一下。晚上，医生偷偷来到病床前，想给她注射安乐死，不料被一只手抓住。金姐醒了，医生吓得瘫坐在地上。医生为什么要杀死金姐呢？原来医生的女儿身患重疾，也是熊猫血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血型的器官，如果不尽快做手术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医生为了女儿的性命，决定铤而走险一次。醒来后的金姐原谅了医生，她能体会到父母想救孩子的迫切心情。同样身为母亲的金姐，醒来后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找出凶手，为家人复仇。每当在街上看到有熟悉的脸庞，她都会发疯似的冲过去。这已经不知道是他第几次认错人了，连警察看见他都头大，警告他再这样做就要把他抓起来。警察劝金姐放弃寻找凶手，因为当时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凶手的任何指纹和有用线索，想找到凶手简直就是大海捞针。连警察都找不到的凶手，金姐能找到吗？这个女人的丈夫和女儿被人杀害，自己的双腿也被凶手打断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可心里依旧想着怎么找出真凶，为家人报仇。可她只是一个弱女子，现在又残废，该怎么复仇？金姐想到自己是特殊的熊猫血，而这种血型又非常稀有，大约上万个人中才能找到一个血型相配的人。金姐决定以命换命，联合需要熊猫血的人帮她复仇。他们帮金姐抓住真凶后，她将自愿把器官捐给他们。于是金姐找到4个合适人选，每个人都有一项技能，分别是韩国最强男人马东锡、东哥，他的妻子患病急需肝脏；电脑高手小黑，他正在给母亲找肾；开锁能人演哥，他急需更换眼角膜；最后一位是救治金姐的医生。医生有啥用？因为这项交易属于非法，所以需要一名医生为他们换器官，而医生的女儿也急需器官做手术。东哥、演哥、小黑、医生，再加上金姐自己，5人临时复仇小组便成立了。他们决定先从丈夫的打火机查起。当年凶手在杀害丈夫和女儿时，顺走了丈夫的打火机，打火机上刻着女儿写的一句话：爸，不要吸烟。所以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打火机。金姐一直在网上花高价钱购买同款打火机，正好有一个人说他有，金姐便记下这人的 IP。小黑通过金姐提供的 IP 地址查到了对方的位置，派演哥潜入对方家偷走了打火机。确定是丈夫的打火机后，东哥出场堵在男人家门口。这个人见到东哥就跑，掏出电击枪准备电晕东哥，不料反被东哥电昏。而金姐一眼就认出这个人不是凶手，她逼问男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打火机。男人说他只是一名司机，这是他拉的一位乘客不慎落在他车上的。随后金姐告诉大家抓错了人，但抓错人就等于浪费时间。东哥第一个坐不住了，他跟医生坦白自己老婆已等不及，急需做手术。医生递给他一个针管，暗示他将金姐迷晕。原来医生也坐不住了，他的女儿必须尽快动手术，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东哥来到金姐家，正要动手时，家里正巧来人。东哥的计划失败，小黑母亲的病情也在恶化，他不得不出此下策，将金姐出卖给黑帮老大，不料却被黑帮老大黑吃黑，连同他自己也要被卖。幸好东哥及时出现，救下2人。金姐看着自己的团队，每个人都心怀鬼胎，她还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吗？这个女人的家很漂亮，可她偏偏要住在这个小破屋里，为什么？因为家里发生了命案，她亲眼看着丈夫和女儿死在自己面前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她只要一回到这里，就会想起那些可怕的画面，所以宁愿住在小破屋，也不愿再踏进这里半步。如今，金姐为了给丈夫和女儿报仇，带着4人再次来到这里，说出了事情的经过。4人得知真相后，都开始理解金姐，他们决定帮她报仇，这次不为利益，只为义气。
小黑通过司机与凶手的接触地点调出周边监控，金姐反复查看监控，终于找到了凶手的住处。他们在门口盯着，等凶手出门后，金姐在演哥的帮助下溜进凶手家。她被整面墙的人偶惊呆，发现女儿的项链就挂在墙上。好巧不巧，凶手忘记带东西，折返回家，发现桌上的笔被人动过，而此刻金姐就躲在桌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门铃响了，演哥假装自己是送报纸的，成功转移了凶手的注意力，金姐这才躲过一劫。回去路上，金姐说那个项链对她很重要，要回去拿。演哥嘴上拒绝了金姐的请求，自己却偷偷又跑回凶手家拿项链。殊不知凶手已打开家里的监控，发现了演哥，将他残忍杀害。还有他们的计划也全被凶手知道了，一下子他们处在被动位置。这回凶手准备主动出击，他找到金姐，正准备将坐在轮椅上的金姐推下楼梯，幸好东哥赶到救下了他。凶手看到东哥撒腿就跑，结果被东哥一顿招牌动作给抓了回来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凶手中途醒来，反过来将东哥制服。凶手给金姐打电话，听见电话里东哥的惨叫声，金姐瞬间明白，她赶忙打电话让小黑跟自己去凶手家，以破坏人偶的方式引诱他回家，让医生去救东哥。果然，凶手看见自己心爱的人偶被破坏，火急火燎地往家赶。金姐设计了2个陷阱，都没有抓住凶手，反而把凶手惹怒了。他抓住金姐，拿出电锯就要锯她的脖子，电锯离脖子越来越近了。这时，电锯突然不转了。凶手上前查看，却被赶来的东哥一把推倒在地。凶手捡起地上的小刀，一刀刺进东哥腹部，东哥又倒下了。金姐瘫倒在地上，凶手朝她一步步走过来，可金姐却突然笑了。原来他提前将凶手最满意的一个人偶浇上汽油，紧接着扔出打火机，人偶瞬间化作一团火焰。凶手彻底怒了，咆哮着向金姐走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挂人偶的绳子突然被火烧断，人偶上的尖刺刺穿了凶手的身体，当场死去。这时医生刚好赶到，他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救治受伤的金姐，而是拿起针管准备迷晕她。因为按照约定，复仇结束，他要把自己的器官捐献给他们的家人。可在针管要扎进金姐手臂时，医生还是心软了。金姐明白他们的苦衷，一面迫切想救自己的家人，一面又不忍心伤害他。于是金姐决然夺过针管，注射进了自己体内。最后，医生的女儿、东哥的老婆、小黑的妈妈，3人都活了下来，和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这部电影改编自网络漫画，也是为数不多影片效果比漫画还要好的漫改电影之一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，但同时也被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温暖到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加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